客户向我们发布了一个职位，后天下午交付啊。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可以聊聊吗？你好，我这边是猎头顾问阮萌娜，你现在方便吗？我不需要。是最近任何机会都不关注吗？那不行，不合适了，远超了。我看简历我都没有什么聊的欲望。我现在正在纯人工筛选，一天看完450份简历应该还可以。你这个要求我们是真找不到。对，让他清醒一点。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我们可以真的48小时内把这 case 关掉。我觉得有点少。我们的目的是教育他市场的行情是什么样的。我实话说，我觉得这个行为是在浪费时间。我不同意。我可以投反对票吗？对于这个意见？可以。所以 team leader 是谁？那何来 alignment？ 何来开会组织？有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大家的意见达成一致？风险我来承担，但我不能接受你给我安排任何额外的工作量。OK 啊，但是我不当 leader。最讨厌就是讨论，但是没告诉我你需要我做什么。干嘛跟一群不支持自己的人合作呀？没意义。这种东西绝对不能开大会，一定是小会。来得早呀！是的呢，我还以为你已经到了。上班了 ，Good morning， 嗨，早 ，Hello， 又开始吃维 C 了，多种维生素。早啊，早早走呀！早呀 ，Hello， 早啊，早啊！哇，杰里越来越像一个学生了，年轻真好。还真是。对，像大学生。你应该看着越像就专业猎头，懂不懂？职业范儿。不可爱啊。不知道今天有什么任务？应该上午就是公布，然后总结，然后下午再安排个新的。上午就是我们俩去被骂。怎么可能会被骂？你能不能有点自信啊？真是。目前为止，他们还不知道成绩的排名。群消息你收到了吗？群消息，群丁丁群里面的消息。然后我们今天12点有个会，吃饭的话在会前吃。开会前解决午餐，那就11点20就得吃饭。你刚吃完早饭，你真的要11点20去吃午饭吗？我的习惯1日3餐不能动，准点，不能落下。群里有消息了。哦，哇，已经出来了！哇，直接发给他们了！天哪，他公布的这么干脆。公布成绩。哇，你是第1名哎，小鹿。是。天哪，有自驱力可以让人产生信任感。哇，小鹿好棒哦 ！Congratulations！ 恭喜恭喜！谢谢。超棒超棒！开心开心。第5名是2位，胡晓和周以纯33分，然后最后1名是李佳杰32分。我来跟你 review 一下昨天。你觉得昨天你怎么评价自己？然后包括整场活动。昨天整场活动是吧？挺好啊，成功啊，满分。活动整体是成功的啊。那你自己个人在里面的角色和你的目的达成了吗？达成了。你的目的认为是什么？首先，我们出发之前是分了工的。给我的核心内容是要把安氏半导体拿下。等一下，我有个问题。一定要拿下这个目标是谁给你定的？我自己定的呀。
其他的客户呢，我的想法是我能顾及到多少我就去顾及多少，主要可能还是以半导体相关的为主，为公司拿回来的客户可能性会更多一些，这是那个出发点，是吧？我就是要拿这个客户去了，这是生意，我就要换成 money， 换成钱。所以我听下来就是好的意思是好的点，你自己认为你的目标达成了，就是你想要从半导体这个行业里面得到转化，这个目标达成了，对吧？但是其他行业你说尽量有时间能接触多少是多少，但昨天茶歇其实时间蛮久的，是非常有时间可以让你去至少每个嘉宾打个招呼。但是从他们给你的评分来讲，有3、4个人对你一点印象都没有，因为没有说过一句话。是，对，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更好的规划时间，然后呢，把主要主次分辨好。认同我说的吗？认同。好，你们俩方便？方便。我们复盘一下吧。拜拜。拜。是这样的，昨天呢，我们去跟进了一下客户的反馈。其实客户对实习合伙人的了解来自于2方面，一方面是你们跟他 face to face 在1对1的去谈的时候，他会对你们建立一些印象。那第二个呢，就是评分最低的呢，在我们在座的2位吗？佳杰这边呢，因为昨天这个跟 coach 的 HR 其实聊了蛮久的，我觉得有一点你做的很不错，不断的持续关注他陪伴，所以你聊的客户不多，这是你非常吃亏的一个地方。他人还是蛮好的，不想打击他，人很 nice 还不说。其实在这种活动上，你把过多的时间放在一个客户的身上呢，either是造成一点压力，either是说，但其实我观察了很多次，其他的人身边都起码有2个我们的合伙人在，不是因为我不想去聊，可能我也准备了一些 topic 去跟龙湖的聊，去跟其他的就是我不熟悉的领域聊一聊，这些东西我都是有准备到的。可是在他们身边不缺人的时候，如果我再过去，其实我也聊不出来什么。你要去控场。我觉得我有义务解释一下。第一就是昨天我是把我们7个人当成一个 team， 然后我作为7个人 team， 我要的是这个活动有1、2家公司关注我就 OK 了，我其实只需要帮大家拿下2家，然后你们拿下2家，我们拼在一起就 OK 了呀。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机会，为什么一定要在一次活动里边做的这么的 over？ 这其实是我职业上面我不喜欢的点。因为我们公司经常可能会有这样线下的 event，那我如果只是对着我的客户呢，其实不去走其他的客户呢，这稍稍也会有一点点不那么的 prop。所以的话，即便我跟汽车的客户不熟，也会让同事过去打个招呼呀。我们当然，但其实打个比方，你们都去跟 Emma 聊啊，你们聊不出来东西的，上情绪了。我拿下1家。和我全部去泛泛而谈，大家对我都有印象，仅此而已啊！我并不 buy in 这个价值观，就是每个人都去聊了这么多家，我都知道有这么一个猎头了，但是我请问你睡醒到今天，有几个人还记得你？有几个人会真心实意放 case 给你？而我拿下我属于我专属领域的1、2家，首先我能拿到 case， 我能吃得饱，我今天就可以给他发 shortlist。就我觉得不要再价值我这个东西了，我有我的价值观。这个是我们认为是你的策略，但是我也有义务告诉你，在实习的30天里面，我们就是希望看到你有所变化和突破。因为你不是来 apply 一个 consultant， 你是来 apply 一个 partner。我们会建议，就是说你能够看得更大一点，你要考虑把自己放在一个 partner 的位置上。最后我们觉得有点震惊，昨天在嘉宾还没有走的时候，你们俩已经回去了。我走了，我不管。我们不走啊？不知道等一下吗？你可以选要不要等。我先走了。你们俩是不是回的有点早了？
昨天我觉得我可以走的原因，首先是昨天的环境很冷，第二就是我觉得我已经在我该表现的时候表现得非常好了，而且主要是我的点在于他不是我请来的，我跟他的 close 程度没有那么深。如果这是我今天请来的 HR， 那我陪他到最后是非常 OK 的。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跟候选人和跟客户打交道，其实是一个平等的关系。就是一下午的时间，我觉得我们该聊的已经聊完了，没必要说真正让他们宾至如归，没必要。我们还是一个商业伙伴的一个角度。如果你是合伙人的话，这个人就是你请来的。你要站在主人的角度，就是站到……但我觉得我的逻辑不是 K。还有5分钟，看我的建议呢？我的建议，你已经很棒了。在这30天里，需要你再开一点大火。好的，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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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是倒数第一吗？你不需要知道。啊，那我就是。比较好奇的是，我们接下来的任务会是什么样的行业？不要给我太难的吧。咋回事呢？不是有些我真的不懂，都不懂。希望能出到大家都擅长的领域吧。我在做梦。走吧，过去吧，12点不是吗？走。昨天的话，因为我们来了很多嘉宾跟客户，其中有一家客户向我们发布了一个职位，他们想招一名产品总监，他会更希望激进一点、创新一点、突破一点，他们的产品一直想他给最年轻的消费用户。就一句话跟你们概括一下，它是比较积雪的，像 Balance 的肯定不行的。然后这家公司招人会比较难，因为流动率比较大。后天下午交付，时间比较急，所以我的团队呢已经帮大家去筛了一些有意向的，也是相对来说可能会符合要求的候选人。但是他们是不是合适，他们是不是 qualify， 他们是不是你们愿意去推荐，这个是你们要去把控的。那么除此之外，你们要去想一想，就是如果你们觉得我们这4个人都不够好，那你们要去提供更好的候选人。这个项目的考核标准就是考验你们的做单能力。你们先讨论，半小时之后客户会上线，你们跟客户去 call。希望能出到大家都擅长的领域吧。我在做梦。不好意思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肯定是基于 JD 去问，然后再做不经意的调研，对吧？对。就刚刚他说流动率大，其实我很想问一下，他们现在的部门留下来的人都是什么样的背景的？他要搭的团队是什么组织架构？目前团队有几个人到岗？目前有没有人？其实这是基本上都是我们咱们的工作的就是最基本的，没人记。昨天其实我对你作为 leader 是不满意的。如果说还有 team leader 的情况的话，多照顾一下大家，且要引导大家。待会儿要跟客户碰嘛，先把问题学出来，第2个学定能，对吧？对，我们就不要七嘴八舌了。我先记，待会儿哪个问题合适不合适，我们再来删。你先说你的问题，然后其他人同时注意听，然后我随时会发在群里，然后查漏补缺嘛。对。OK， 那我们就分为3个层面：公司、行业和岗位，对吧？那基于今天对接的可能是 HR 层面，那我们就针对于岗位的去问，部门的组织架构、核心它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产品的岗位，还有一些管理的幅度，指它的规模，它过往的这个业绩、过往的项目经历、软硬件的要求啊，团队的这个风格，然后最主要就是薪资。上一个人为什么要离职？做什么产品，看中他线上营销还是线下营销？过往开放过出来聊过的人有没有特别优质的简历可以给我们做参考的？现在他里面有人吗？简历可不可以看一看？他对什么事情的上限和下限，比如说跟不上了，他是绝对
不能接受的东西是什么？比如说他要工作5年，那低于5年是绝对不看的，是吗？那我们就可以直接筛掉很多就是合理法候选人，就是以不同的维度，工作年限、学历，就是什么那种，他是绝对不会考虑的。还有就是比如说薪资，是不是只要超过了，比如说50万，他就也绝对不会考虑他们的标准。就是我想知道他们在招人的时候有自己的底线在哪里。我给想一下啊，你刚才这一套东西有点多，跟客户不能这样问，咱们这会儿总结一下。硬性标准是否有弹性，对吧？对对对。其实我觉得问题我们总结的真的已经足够了。我们是不是几点？我们定一下吧，时间马上就要打电话了。选2个人打，谁想打？我都 OK， 你们挑。就是有想打电话的，很想打的，先举手 ，OK 的。到时候我们大不了再来调整。如果有很多人都想打电话的话，没事儿。要不然我先。我也想打。你也想打，你们俩举手了啊！交给你们俩一起。好。来一个主讲。你想先问你就先问，然后问完了之后我再补充。然后司徒，咱俩讲完了之后，我就顺手问一句，就是你们还有什么加要补充的吗？然后没有的话，就是我们手上就是可能有几个 background， 然后你们就可以直接说啦，就这样的行吗？其他人在整个过程中的话，不要轻易打断司徒。对，不要轻易说话。对，你不暗示我们的话，我们不打的。然后可能是。Nico， 我们换一下位置吧，你们俩坐一起。对，你们俩坐一起。我们有个 team 在支持你，一群人在这坐着听电话。公司企业文化核心要解决过往业绩不可靠标准这个岗位和部门的优势。你可以口语化一点，没必要那么。竞品公司人选要搭建团队架构。不用紧张，就简单。组织要个钱，现在这带什么产品线，这是最重要的3个问题。剩下的咱们也可以自己 research 一下。我们45分要打电话过去了。打。Hello，Kimo， 你好。为什么有回音啊？实在不行，你能不能电话呀？你问一下，如果我们电话可不可以啊？陈总，我们信号不大好，可以方便我们直接电话沟通吗？因为会有一些杂音。可以电话是吧？可以。然后我也很抱歉说，可能我接下来有个会议，所以只有15分钟时间，你看这样可以吗？可以，那我们尽快。打吧。打。哎，你好。你好，刚才咱们那个断片了，不好意思。没事。好，那我们就快的聊一下。我叫司徒，那在我旁边还有另外的6位小伙伴，我们将会一起倾听，然后尽可能的快速进行交付。好。那可以先帮忙分享一下我们这个组织的架构是怎么样的吗？它分别会以肉类、坚果类，包括糕点、饼干以及乳品饮料，以及一些进口组合力作为这个商品组织的一个切割的方式。这个岗位因为听说是有开放了一段时间，所以不知道我们有面试过多少人呢？会有一些人。然后方便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职位是否会有出差的频率呢？那肯定啊。但频率并不是很高。频率可能大概会在多少呢？
个月应该在3次左右吧。他现在下面有自己的团队吗？因为有留意到他需要有5年以上的管理工作经验。他下面会根据品类不同的大小，有3到5个团队。那谁？肉肉。哎，你好，我是蒙娜曾毅。哎，你好。哎，你好，你好，有几个问题补充一下啊。他目前的这个年龄啊，或者是学历啊，有没有什么硬性的标准？学历最好是本科及以上。OK， 就是他年龄上有什么要求吗？80后，但是现在90后啊，包括95后啊，如果有一些比较出众的青年才俊也 OK 啊。啊，好，还是想往年轻方向去走嘛。然后我们这个岗位它预算大概是一个什么水平？60左右。所以就是我们大概是13薪，还是说是一个怎么样的具体的架构呢？对，13薪。13薪，那就差不多月薪就是60除以13是我们的一个上限。跳在这个公司它的一个。然后之前你说有几个说到了 final 嘛，就他们这个大概的一个画像是什么样，什么背景啊这种的。民营企业的大多数的背景都是在做食品的细分类目的，有一些其他的个人原因吧，对他过往的一些背景的沉淀，我是会有一点点怀疑的态度。到一定的级别才会给予，第一个是对市场的一些敏感度，还有就是他对一个成本的一个敏感度。真的不好意思，各位亲爱的，我们可以稍微快一点，接下来还有个会议啊。喂，是这样的，我看了一下我的那个日程，哎，目前是你可以3点半过来到那个临时博物馆，我们可以做个面对面的这样一个沟通，好吗？今天吗？好嘞，好嘞，好嘞，您先开会，你先忙，哎，好，拜拜，拜拜。就我们其实真的可以把它再具象化了，因为我们现在手上简历全是80后，如果他找90后60万，我能说市场上面没有几个人能达到60万，又要懂这么多东西的。你这个可以在第2次咱们去他们公司聊的时候讲。对，我们总结一下。我是这么想的，下午3点半，3点半之前把这些人打掉，一个人打一个。赶紧的去联系他们，别在这儿拖了。走吧。这些人肯定是已经准备好了来这儿给我们面了，所以肯定就是我们分2批，正好一个人手上有一份简历，每个人跟这个人打一下好了。那我觉得我们大家分一下工吧，现在已经1点半了。你觉得我们应该几个人去那个现场？2个人啊。2个人客户，5个人候选人。对呀，2个人去就行了。要不从我们仨里面选有一位一定是去的。昨天丽丽总那个去过沙龙 BD 嘛，也跟我讲过你们，然后同时说了对3位的候选人，包括陆泽林、曾毅、陈楚爱的印象非常好。哦，记得他们。对，我觉得你可以去。不是，因为我对候选人的把控可能会更强一点，就是客户的信息我基本上该拿到的要求我已经拿到了。下一步你就把控候选人。对，我更 prefer 去把控候选人。谁想为出？我可以啊。你可以啊，你算一个。还有呢？那这样吧，因为我跟小鹿的风格差别就是我们俩是2种不同的风格，那我们2个打个配合喽，我们俩去。行，就这么定了。然后就是这样，那我们俩去之前，我们去梳理一下我们要对的问题，然后包括他们可以把简历给到他们先去聊。泽林，好像那个地址要1个多小时哎，我们2点多就要出发了，咱们走吧。你们有什么任何问题，随时路上发。对，你们可以随时发信息，然后我们补充。路上还有时间。走，那我们先走了，拜拜。有问题随时沟通，拜拜。我就想着咱们俩可以打个配合嘛。我觉得也行。那我今天转换一下我的思路，我以交付的思路去跟他们对。我觉得先以交付这个岗位为主，然后看时间我们再安排。对 ，OK 了。分个简历，一人对接1个嘛。可以的。这不就相当于给我们一个职位，然后让我们后天必须出人来。好久没有接这么紧急的 case。
但没关系，我们7个人一起。候选人找工作的话，一般都会先上猎聘，我来看看。正好我进去打电话了。喂，哎，你好，是袁先生吗？哪位？哎，你好，我这边是顾问阮萌娜，你现在方便吗？猎头公司。那我简单帮你介绍一下这个职位的具体情况，然后就是薪资的话，你大概年薪到多少了？现在？这是什么岗位吗？差不多在 cash 部分 base 在60左右。那不行，不合适了，远超了。现在大概多少？因为他们其实是上市的嘛，所以会有股票的。加上股票更远超了，打保都不一定是打得住。好手打击啊！喂，哎喂，你好，唐小姐吗？对。方便讲一下年纪吗？好嘞，打一份是偏民企的，可能会创新要求多一点啊。你在这一块有什么想法吗？从我工作那么久来看，我认为就是创新10个里面有9个要死掉，可能会倾向明白。我说实话，我也是站在你的这个简历的角度，我是会稍微有一点就是担心你会不会不太适应，因为你有留学背景，然后呢，你又一直都在外资工作。整个一个团队架构，你可以简单帮我分享一下吗？我3年期带2个人，有一个人最近还在招。OK。他们的那个简历发了吗？我看好像还没发吧。我说一个，就是你们出发之前，我们剩下的人就把候选人都打一遍，然后写好自己的 comments。对，然后你们把这个带着 comments 和简历一起给到他们。OK。我们到底是在干什么？我的头已经开始痛了。但我实话实说，我看简历我都没有什么聊的欲望。所以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们还得再找一找，因为我们今天必须得找出主菜，然后明天约过来，不可能明天找明天约，来不及。对。我们大海捞针，这个怎么捞得到呢？哎喂，你好。你好，是徐先生吗？对，是没错。你好，我这边是猎头，我叫 Brandy。是这样的，我在猎聘上看到你的信息，我这边有一个合适的岗位想给你推荐，看我们能不能进一步联系啊？可以，你在猎聘上给我发个消息吧。好的，那我稍后给你发，注意查收。哎，好嘞。好，拜拜。拜拜。我现在正在纯人工筛选，一天看完450份简历应该还可以，我应该看得完。正在搂。欢迎。哎，你好。今天下雨天，希望这个雨水能冲掉你们所有的不快乐。没有。一起我们来参观我们的临时博物馆。其实大家看到这个比较宏伟的一个建筑，就是我们一个树屋结构的一个建筑。然后这边。喂，你好，是潘女士吗？对的。你现在就是只看广州的。
啊，行，因为其实我这个岗位在上海，我还想问问你愿不愿意来上海？那他有的报应。上海不去是吧？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您无想拨打此号码。真的是大海捞针。了解了，所以说基本上都是在谈的这个过程中，左手边这个是我们获得 CNAS 认证的一个实验室，符合。可以聊聊吗？大家可以在这边拍拍照、打打卡。我们可以在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好呀，好呀，好呀。目前已经是一个离职的状态，就2022年。你好，我想问一下，你最近是在嘉士伯有想看机会吗？你好，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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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陈总，你好，我是楚爱。你好，哎，你好，你好，好，不好意思，我刚才有会，所以说，晚到了，坐吧。好嘞，好呀，好呀。老师，我方便录音吗？因为我的小伙伴们也想听到您的声音。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啊。就是关于早上，其实我们有沟通过，其实我个人非常感兴趣啊，就是咱们今年的这个关于我们产品线的这个战略的情况，我们这个部门需要可能承接哪一份工作？它不聚焦于就是很散的这个品类的一个着力点，然后它会聚焦于某个一个细分类的这样一个产品总监的这样一个画像。明白。其实他过往的经历如果没有这些，就是我们这个里他是 OK 的，对吧？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岗位的候选人来说，大多与食品背景相关。相关的。我可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商品中心的总经理的背景吗？其实我们可能也是从第一个是从候选人的角度，他其实加入一家公司，除了他公司的产品，还会想说，哎，我的小伙伴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老大他会不会是什么样的风格？因为毕竟很多时候你是需要跟咱们的同事去相处的嘛。老大是我很 nice 的人，很 nice， 很 nice 的人。对，因为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因为总经理的话，他有没有什么一些个人魅力可以让我们 share 给人，就分享给人选的？因为他是食品专业毕业的，食品专业毕业，对，他对于产品力的方面，包括了解食品的本身，他是具备很高的一些魅力所在。明白，所以我可以从这个人的软性，然后包括他自己的专业出身和他对食品的这个热爱，对，去吸引人选。对，明白。就说到这块，我也想就是跟陈老师就是奠定一下咱们就是对于关于这个交付这个职位的一个基调，就是我们的风格就是希望可以快速直接的拿到市场当中最合适的人选。所以职位的这个人，比如说他是像您刚才说的新增岗位，那新增，然后包括他的团队的管理带宽、规模这些素质上面有很多是硬性能力上的，还有一些就是针对于这个人背景，比如说他毕业了以后是不是双一流。然后还有这个人，就昨天高总也说，我们需要年轻化，对，是不是我们90后、95后，我们更应该要这样的人选？是的，的确是这样的。对。除此之外，对我们合作方有什么要求吗？是这样，因为我不知道，就是你目前给到我的这个报告呈现的结果是什么样。是这样子的，我们现在最初步的筛选出来一些人呢，要不就给你看看，然后我们到时候再约时间呗。当时约定了。这样，我这边先给您看一份好不好？您稍等一下，我把这个打开。那你觉得我这个不行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全是外资嘛，我怕。我跟他反复强调了那一次外资问题，他是完全接受的，可以是吧？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人，这个可以，这个是可推的，就是只能说中的概率不高，但是肯定可推，因为他自己本身是愿意看的，可以。对，因为这个人选吧，就确实没事。他怎么？确实跟咱们刚刚聊，因为咱们聊的他们还不太具象。
6个月，就是比较跳跃，对，太跳跃了，稳定性的问题。像赫梅尔啊这些，就是麦当劳啊这种，也是食品行业，但它属于外资背景的。我知道，就是这其实我也想说，就是在民营跟外资的这个企业文化的融合度，对候选人来说其实是个挑战。所以说，其实还是优先找内资民营背景的人选。对。OK， 了解。还有就是，你看他每份工作，他只是很泛泛而谈了他的工作职能，包括他的工作业绩部分，其实没有体现。对，所以其实可能这个是我们要做的，我们会去深挖，把这个项目经理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然后我们挖掘出来。对。确实，咱这要求不低呀。是啊，这个岗位已经其实它就是综合型的人才了。是的呀。所以我当时刚才为什么说我们需要一个经营性的人才，生意人。OK。拜拜。哎，好的，陈总，下次再见。我把音频直接发给他们。可以啊，你发给他们吧。不过他们这个岗位应该是招了，我觉得老大难，这就是昨天说的老大难。千百次旋转，愿以继日练习。每一次舞台，全天超长待机，以强韧的肌肤撑起非凡的梦想。凡士林特护身体乳，硬核守护敏感肌，肌肤弹润嫩，让肌肤不凡的力量见证你非凡的梦想。硬核修护，有我不凡。用裂片找猎头，好工作有准头。本节目由找工作准的裂片独家冠名播出。硬核修护，有我不凡。本节目由身体护理专家凡士林赞助播出。还有这部0到1的经验，包括就是从1到10的迭代的。所以说其实还是优先找内资民营企业背景的人。我们要招纳吸引更多的年轻，对吧？你们在听那个语音吗？对，我在听他那个。不。你们在听那个吗？对啊，我听不下去了，我觉得那个 HR 有点梦幻。这种就是我最不想对接的 HR， 要求也太高了，他没有意识到市场实际上的状况是什么。而且这个岗位其实去年7月份就开出来了，你半年了都没改过，我们不是48小时就能改过来的。就他们俩有没有把你做的那个简历给他们看？没给是吧？刚刚那个小鹿打电话给我了，我这个人直接被毙掉了。这个人第一是太跳了，第二是这个人的他的整体背景简历里面写的不够清晰。明白。尽量我们看民营企业、食品行业相关的人，像麦当劳那些之类就都不用看了。为什么？不看外资的人，完全不看。不要看外资的。但我喜欢这个姐姐哦。她是79年的，就是刚刚我听完这个语音，我觉得人家可能看都不会看她。Hello， 我们回来了，终于回来了。怎么样？啊，我们要不要10分钟之后我们一起简短开一下会？别10分钟了，就现在呀！快，我们来碰一下结果。走吧。你先说你的你的汇报。对，你做了笔记。就是这个职位开放有一段时间了，然后他们需要的这个人，项目经理里面有0到1或1到10这样的经历的，同时有一定的体量，达到1100以上的就是上面 SKU 这一块。所以他是看重这种多 SKU 产品的。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年轻，就要年轻。然后还有就是这个人他一定要懂他们整体的这个产品，我们的成本、我们的售价，以及我们如何推广这个产品的活动制定、活动策划怎么写。他就是必须要以一个老板的视角去考虑这个问题。
我想提一个，就是你要懂成本、产品制定什么方案，然后还要管过1100个 SKU，1100个 SKU， 然后周期是1到2个月，然后让一个95后去做。Hello， 有事吗？我觉得他说的95后是一个特例，80后我觉得他是可以接受的。Brandy 那个简历是合适的，88的。不对，不是外资不行吗？对，首先是文化，肯定是民营企业。我是这么想的，如果48小时之内我们能给出来5个人，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答案了。对，他如果觉得我们不专业 ，whatever 无所谓，我们可以给他写一个 report。首先我们聊了多少人，我们给你发这5个人，我们觉得是合适的。就咱们先不说你觉得合不合适，至少这些候选人都是对这个感兴趣的。我们聊下来，他们也有技能在的，然后告诉他，姐姐你要 young potential， 在 plus 10年工作经验是不 reasonable 的。所以作为专业猎头，我们专业的建议您要在这个职位上做什么调整。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最后应该有的答案。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把我们下午打过的人，我们做个小 mapping， 合起来差不多有20个人嘛。甚至我们可以给，就你们聊，我们可以看看，就你们的候选人对他们是什么样的评价。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我们可以真的48小时内把这 case 关掉，我们是就出人。而且我 even 觉得你的候选人是可以给他发的。当然了，我这讲两下啊。第一个先吐槽呢，已经这个不重要了。现在是我们领了任务，48小时要出报告，对吧？然后呢，你们俩是切身实地的站在客户端去沟通过的，我们就把你们俩当成项目经理了。你们俩把这个人才画像呢往精确的去画。比如说他说年轻化，你就可以直接定年龄。OK， 在座所有人高于哪个年龄，我就不要了。你不要犹豫。等一下，你要定死。我打断一下，你的思路还是我们要 fill 这个职位。但实际上，我们的结论是这个职位是 unfillable 的。我们的目的是教育他市场的行情是什么样的，对，让他清醒一点。你这个要求我们是真找不到。我顺着小哥的那个讲，就是他的意思是我们不是团队嘛，我们现在分工，那我们就按照一个猎头公司的节奏去分工。几个人是 PM， 几个人是交付顾问，几个人负责后续流程。比如说我今天见了客户。我是我们公司咱们这个团队组织里面的一个渠道，我把客户需求对过来了，我跟你们讲客户什么需求，你们做单子做职位，比如说 Brandy 和肉肉在做职位，那我找到了简历的人，我就把简历直接给你们，你们去聊，你们去看，你们去面都 OK， 然后下一个人就是这样的去分工。那不是增加我们2个的压力吗？我们自己又要找又要聊，然后你找完还要聊给我们聊。你也可以不聊我给你找的人。那为什么不你自己聊呢？咱们就顺手就聊了，每个人都来不及了。对啊，你为什么要分那么明白啊？咱们现在赶快来分一下任务行不行？不要再聊这假大空的东西。对，就是现在任务就是你们2个一人出3个，不管他看或者不看，我要需要一个 mapping 的 list， 然后剩下我们一个人出6个，一个人出6个，然后那现在就是多少个了？5、6、30，就是差不多40个人嘛。40个，这个是个 mapping list， 就是我们最后的压箱底的东西。如果他们说你们48小时都做什么了，我们把这个表拍给他，这我们就干这个。我们在努力的为他服务。Ideally， 从这40个人里面能有2到3份简历，我们可以发出去啊。我可以投反对票吗？对于这个意见？可以。你说。我觉得就是团队出成果，展现的是我们作为这个岗位接到客户的需求，整体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这是我们要呈现的一个过程。是的，而不是单纯的为了这个客户，我今天要把人找到，或者说我没找到这人，我教育你，你们家要的人这个市场没有。是。我们作为一个团队，我们要展现的是我们作为猎头跟客户对接，包括寻访全流程360度是怎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过程。客户并看不见这48小时。我不需要他看见我除了客户对接之外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这个配合是要做这样的事情。没关系，反正因为你就是三个这个 quota 嘛，就是我们帮你分了就行。我们其实也在做这样的一个分工啊。对，不是我不想做的意思。
要是我先回去找人了吧？对，走了，散会。就是我们5个的 quota 是6个 contact 啊。先把下午咱们找的人先 Excel 先写上，然后看差几个，一个人就用6个。来得及，我来。没人说来不及，我们的战略是时间充裕的。就如果你真想 fill 这个职位，肯定是来不及了。对的。我想跟你聊一聊。可以啊。咱们来聊这个主题啊，因为刚才明显你的意思呢，我完全懂了。我的意思你应该我懂你的意思，也懂了，对吧？我懂你意思了。为什么他们懂不了？你的背景，标杆大公司 ，M 系，我的背景 M 系。我们俩经常会作为就是一个要养活团队的生意人，会经常往回来拿一家客户也好，然后回来一个团队去运营这个职位。对啊，是的呀。有时候你拿到客户的意见的话，你要衡量一下这个团队会不会起内讧。客户那边可能你了解到很多负面的东西，你回来就一定要把这些负面的东西表达给这个顾问吗？对，所以我们要给团队营造很有信心。你们收集到的负面，你们才打几个电话，你们刚拿到接低就来负面了，不是这样的。确实，我刚才为什么强制性？因为我觉得整个猎头生态中每一个职位，它都必须有它的权利在。他才能框住，如果说不授权的话，他是框不住的。所以说，我们俩现在的任务，其实我认为不是在于这个交付职位的问题，是在于如何影响大家。每拿到一个任务之后呢，想到这是一个团体。对，我觉得这很重要。我觉得是这样的啊，整体团队的人还是要不同阶段的去做影响，而从一些好影响的我们开始下手。我做这个事情绝对不是什么就是拉帮结派，不是这种事。我们是希望就是让这个团队更像团队，就是明天出来第3个课题、第4个课题的话，大家不要吵，不要争，很有逻辑的把这个东西分工明确。是的，是的，我觉得这才是要做的事情。咱俩那个分工，我们不整这种3个人，我们都不去开会，我们都是1by1。对。你下午跟那个谁出去的？下午跟那个楚爱啊，影响得了吗？也可以去跟他聊。我去跟司徒聊一下吧。Brandy 我也可以跟他聊一下。离得近，平时我聊的比较多。先一块聊吧，7点半了，跟他们单独聊。有的人还想早下班呢。好了，30了。See you tomorrow. See you together. 真是紧张刺激的一天耶！走了，明天见。拜拜拜拜拜拜。你们还有什么要找我的？没有了，没有了。那我先下班。好的，拜拜拜拜。对了，这个是我们3个导师送给你们的一个小礼物，来看看。这个是啥呀？凡事皆灵礼盒。哇哦！因为我们觉得工作再忙也要平衡一下生活。哇，啥都有哎。那我们就祝你们健康灵、财运灵、爱情灵、事业灵，什么都凡事皆灵。谢谢了 Queen， 我们会好好加油的。好的，那今天就先这样，拜拜，谢谢。我去看看他们聊的怎么样。我也想说过去看。对，大家一个团队一起聊一下呗。这俩在聊怎么渗透你们呢？反被渗透了，怎么影响你们？请进。Hello， 你们俩聊完了吗 ？Hello。哎，我们俩刚才呢，恰好想跟你们俩聊一聊。是吗？那我们就心有灵犀的感应过来了。真是感应到了。其实可能大家都有很多想表达嘛，我还是想听听你们俩。是这样子的，就咱俩刚才在车上也聊了嘛。其实你之前的经历是一个职业的合伙人。其实从团队角度来讲的话，一个团队大家都想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让这个团队非常的混乱。但一旦有了明确的分工，
这个人你负责客户对接，这个人你负责客户公司介绍。通过这样的不同阶段的话，会让这个团队保持一个和谐的状态。这个我认同啊。对，因为后面还有更多的项目去做，有更多的 case 需要去解决。所以一旦明晰了这样的身份，可以轮着去做不同的一些角色，去展现自己的能力。你是希望每个人去轮岗，就充分体验他在这个岗位上应该把他的那个点，就像那个流程上把那个做到极致。他的专业度，对，在这个点上的专业度。因为我觉得，如果今天我是一个 PM 的话，客户方我就不是专业的 PM。因为没有完美的个人，但一定有完美的团队。当我们的这个流程布得很好的时候，你要人我就给你人。只有我们把这个弯扭过来的话，无论是什么样的课题都不会吵。就今天现在这个 case 好像很难去按照这个去跑起来，我只在于你到底有没有给我结果。对，我也是在想这个点。我们的任务是这个团队交出人，我相信我们有人肯定能找出人。他们俩肯定能找出来，不可能找不出来。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躺平？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完全可以躺平。我们这是一个团队合作，要有集体荣誉感。我就等你这句话呢。对啊，我们要有集体荣誉感啊！看着吗？你真的是你这个人。我们做 BD 是 OK 的，我也可以，我有时间精力，我是 OK 去帮大家去打电话去交付的。对，格局打开。首先这个逻辑你们都懂了，我们呢一点一点的去影响，就是这种东西绝对不能开大会，一定是小会，1 by 1，就是通过2个项目、3个项目，哪怕前3个项目我们都没有做好，那么从第4个项目、第5、6、7个项目 OK， 后2周我们整体都顺利，那也是一种成长。还有一个问题啊，他们会不会愿意配合你早上去1 by 1这个事？因为他们已经有自己的这个计划了。你今天还打吗？今天回来看简历了。我觉得我得把，今天作为对接的这个见过客户的人，还是要整理一些资料出来给你们，不然真的，我刚才听完，我确实觉得我跟你们讲啥了，好像啥也没讲。但是我想知道你追求的结果是什么？就这件事情，可能是客户就给到你们的信息的全面性，对于目前这个阶段来说很重要。但是对于大家呈现结果，我们的目的是为了交付的话，那确实交付的结果很重要。但我觉得咱们是一个团队，我觉得团队意识要有，就是我作为这个角色，我今天去对接客户了，我见客户了，你们肯定相信我对客户的判断和了解，我把这个东西给到你们，再把你们的结果更好的呈现给客户。我完全懂你的意思，你知道吗？就是要做事情其实是不冲突的，只是说现在有一个先后顺序，因为你知道这种东西一旦人着急起来的时候，他会把规章制度很多那种流程都模糊掉。就是他们那一派是严格按 SOP 走，你们这一派呢就是相对灵活，我们先那个，其实都没有错。但是我是完全支持你的想法的，因为你的这种大局观对我们未来的合作非常有帮助。如果之后我们还要团队合作的话，一直都是这么散着，其实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已经懂了一个了，已经懂5个了，已经我们懂5个了。我们这个团队现在越来越好，我现在有5个人能 get 到这个点了。他讲话真的很像强哥。真的，我现在想把他褒一词，真的很像老狐狸这个人。你这几句话把人都点醒了。开心，拜拜，开心，我的任务完成喽。下班了。用猎片找猎头，好工作有准头。本节目由找工作准的猎片独家冠名播出。嗨 ，Hello， 早。Hello，这些至少公司还是合适的，就我们得去，就像那个 phone call，知道。
我们俩现在的任务，其实我认为不是在于这个交付职位的问题，是在于如何影响大家。反正我们4个其实是聊开了，你也知道我们的想法嘛，对吧？我是完全支持你的想法的，因为你的这种大局观对我们未来的合作非常有帮助。总5个了，我们这个团队现在越来越好，现在有5个人能 get 到这个点了。我去打一个吧，我觉得这个人maybe可以。哎，你好，是钟先生吗？是的，你好。哎，你好，我这边是猎头顾问惹萌楠，现在方便吗？不好意思，我现在没东西做。我这边正好有一个机会，然后我可以帮你分享一下，你看看有朋友也可以帮我推荐。哎，那你手机号跟我说一下吧，我加一下你。OK， 好的，那这样我先加你微信，我们微信沟通。我们俩现在的任务，其实我认为不是在于这个交付职位的问题，是在于如何影响大家。快来吃饭。好，这边。好的。搬个椅子。搬个椅子，你们后面有一个。你坐。你吃完了？我下午吃。我是来凑热闹的。你现在有事吗？你现在有事吗？我现在没事。我想找你一下。走。你不吃饭啊？我一会儿吃，我下午吃。好。你干嘛去啊？已经给你点了耶。我知道，一会儿过来吃。哦。你又去工作去了？好忙啊。咋了？是这样子的，因为昨天咱们不是在一起沟通这个项目的问题吗？我先跟你说不好意思，就是你等会儿，天爽，我有点着急昨天，但我可能没太说清楚。然后我是想的是大家目的是一样的，但可能我的表达方式容易让人误会，所以想跟你解释一下。因为我昨天听后来他们我们不是在会议室私聊了吗？我听大家就说，就是好像我不太想交付，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没有人觉得你不想交付，我就特别想直接你放我出来打电话。我之前找人就是没有人就没有证据，就没办法去跟他谈。明白。你说昨天这个流程上的问题，因为我们其实考虑的是，现在我们分析这个职位，他能找到合适候选人的机会很小。所以我们想的是直接找 contact list 给它列出来，但这个东西就是需要越多越好。是的，就如果大家能一起找，那就最多。是的，我理解你的思路了。现在，所以我想的是说，我们先把理念串成一致的，这样我做的事情的话，我就知道，哎，那我是这个角色，我就要跟你们每个人去碰你们的人选的优点。咱们都是专业的，观点上面没有什么冲突的啦，放心，不会有什么冲突的。确实的，为了就之后更好的配合吧。对，毕竟确实刚认识没几天。哎，感觉好长时间了。希望快速熟悉适应。就是客户怎么哄好了，就靠你们。我今天也聊到了一个我觉得特别合适的人啊，一会儿做的报告给你们看看。让我帮你做个报告吧。可以，你要方便可以。行，你发给我吧。我把它简历整一整理，我从你写 comments， 然后我排版，正好搞完了你贴上去就行。行。然后吃了吗？咋了？刚去处理啥？刚才就是跟他捋了一下思路，就确实意见一致的。赶紧吃，不要再聊工作。好，那我们晚一点再聊。行，我晚点跟你说。群里什么消息啊？我们是4点要碰一下是吧？对。一会儿就 Jerry， 你和那个楚爱讲吧。你好，我这边是猎头顾问惹萌楠，你现在方便吗？我现在是不方便，先不跟你说了啊。大概几点方便？我再联系你。
几点都不方便。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您是最近任何机会都不关注吗 ？OK 哦。现在是在帮来份找一位产品总监。这个办公地点在什么地方？哦，在上海。我暂时不太考虑。不好意思，没兴趣。那你可以就是讲一讲是出于什么原因不想看这家公司吗？好像很远的，在新疆是吧？对对对，在松江九亭那边。哦，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太远了，他们不是都在一起吗？食品那边。我也是听说这家公司，我怕这部分可能外来的人正好缺人工吧。你打这人有啥能用的吗？目前打这些都不大行。坐这吧，看着这我心情好一点。确实，我刚吃饭就一直看着这。来吧，寻找遇到的问题。总结的话就是2点，一个是地理位置太远，还有一个就是工作量太大。我问他们，我说你们是否觉得不愿意加班或者很排斥加班的人不太适合我们的企业文化？他说的是，可能在这个对于自己的这种推动力上面，可能有些调性上面不太符合。那就是不想要呗。所以我觉得他们还是需要一些打鸡血，就是那种激进的很。他现在招聘遇到难题，对，那就说明他拿不到他想要的人呀，那就是那种打鸡血的人少呀，那就真的没有想过要改变自己的企业文化。怎么可能会改变这个公司成立以来这么多年沉淀下来的文化，不是说改就能改的？我想说一句很理想化的一句话，就是我知道，就是改变，就是一个企业文化这么大、很宏观的一个东西，就是也不是1、2天练成的这个东西。但我觉得总得要有人说吧。如果我们连说都不说，那岂不是永远都不会改变？我觉得我们说的话1次2次可能没有用，但是如果每一家猎头公司每一次都这样给他们反馈呢，是否能起到一点作用？如果你不说我不说，永远没有人说，那他就一辈子就是这个样子了。其实互联网公司就是个很典型代表，就996已经变成了一种福报，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是的，我知道你这个意思，我觉得很需要这种人，社会才能勇敢一点。但是你不会，我不是这种性格的人，我没有那么的棱角。可能我真的太理想化了，真的。坚持自己的初心。开会了，开会了。OK， 我在群里面把号码发过来了，我们连一下吧。好，我这边连上泵了，然后我今天把这个投屏帮大家解决好啊。所以我只能看到你啊，没有办法看到其他人是吗？有，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Hello。好，今天下午这个会主要是我们3位也想跟大家碰一碰，看看你们在过去的1天当中，在这个案子上目前进展到什么程度，然后针对明天的汇报，你们有些什么样初步的想法？那我你就说吧。OK， 那我先讲讲我们内部的分工吧。我跟泽林昨天见客户，所以本次的项目我跟泽林担任 PM 的角色，对接客户端。那其他的小伙伴是担任交付顾问的角色。那截止到今天下午，有效触达38位候选人。然后截止到目前已经可以推出六份。我在4点的时候给客户发了2份。那我们还会再持续，明天应该这个数据会新增。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推荐的这2个人是大家7个人都同意的，对吧？谁发给了客户？我是同意的，这2个人，你们？我也同意。你们都看过吧？因为群里面是发过的。看过，但是你们有去问过客户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想要的这个人的简历应该长什么样子，或者说有没有一些 sample 的简历，你能给我看一下吗？
没有。或者你们觉得合适的吗？就是我们收集到的信息目前比较有限。那是不是我们的方向也有可能是错的？因为我看了一些简历，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不怎么样。那贝，你觉得应该适合这个职位的背景大概长什么样子？昨天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看了200个人左右，就不是说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算一个 effort， 我觉得是算我们一个努力的证明，但不是一定要把它呈现给客户。38个候选人，7个人，每个人就一天只连续了5个，这有什么好骄傲的呀？是能用的是5个。我觉得如果我是客户，我为什么要用你们呢？那我再问一下，那你们有看过再来一份正职的，他们都什么背景吗？有看过的。有看过，但是很少。然后你们看过了以后的话，也是内部有做讨论的吗？没有做讨论。关于这个问题，确实还没有来得及讨论。你们7个人既然这个项目的初衷是 as a team， 所以 team leader 是谁 ？BD 端2个人，然后 deliver 但他们也只是 BD 端呀，也只是一个 team 里面的一趴嘛。如果明天的会议 present 不好，他能承担这个对应的责任的人吗？没有。那何来 alignment？ 何来开会组织？所以更何来达成一致？我们的最终目的怎么转化？不然你跟外面来突然打个 BT call 给我的那种顾问有什么区别？只是人多吗？我不觉得，对吧？这一块我觉得我们 team 其实还好啦，没有什么很大的内部问题。低头不语。我们不是说你们有内部问题，我们是希望你们能够呈现的更加有条理。我觉得虽然我们没有明说谁是 leader， 但是我们各抒己见，把每个人遇到的问题都说出来了之后，有告诉小鹿，我们就已经默认为他就是我们的 team leader 了呀。这种默认是没有意义的。但是你们缺的是一个 alignment， 你们真的是说有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大家的意见能够达成一致？这些东西还是要有一个人把它 lead 起来。你们今天是见习合伙人，不是见习顾问。我知道大家已经很努力了，那我们今天想要去复盘的，更多的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可能以前大家没有想到过的一些方法？那尽可能多的在这个还有1天的时间当中，我们多去尝试，是不是能够突破一下自己？这是我的想法，好吧？我其实挺认同3位老师说的，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合作的时候，缺少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就是所有的观念大家都是民主统一的，然后再去执行，就这个好像确实是大家都各抒己见。那你们发现了问题，就去面对它和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把时间剩下留给你们7个人是更合适的，就是多找我们，比如说寻求一些帮助。你们要去讨论一下，就是关于明天这个汇报，最终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咱不能是说为了汇报而去汇报。你们可以想一想。就是我们好像被导师们带偏了，就是仿佛我们是觉得我们大家都没有沟通的，但其实我们大家把所有的事情早就沟通了，不能就是完全被他们又带偏了节奏，觉得我们之前大家都是没有好好合作的啊。而且我觉得我们很高效，不需要什么举手表决，都同意了，大家才做一个事情。我有一些不同角度的看法，就是他们是最高级合伙人，是带我们的人，但是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做了什么，也不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我觉得大家对于每个词的定义可能理解的都有自己的角度，不太一样。其实我们，哎，我觉得我们要控制一下时间，现在已经快5点半了，快！咱们先来吧，先聊吧。我们首先确定 leader 是不是他？是啊，毋庸置疑。来鼓掌 ，leader 你好。把控好时间，用最快效率。好，开始吧，陆哥。首先，我们的这次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我们第一个目的是这6个人能1、2个中的，这个是最高级别的目标，交付结果对吧？对。那我们推多少个简历呢？
推了6个呀。咱们不是6个吗？6个呀。7个人6个简历中2个，就有2个一面就 OK 了。你们同意吗？同意。同意吗？我不同意，我觉得有点少。你们不同意6分的，你们觉得几分合适？我觉得要在40%的成功率。刚刚我觉得导师有个很好的，就是说我们可以找一些没有沟通的人给到他。那如果他们不看呢？那你不是这没关系，因为在这个之前客户是知道这个信息的。没事，等一下，这6份简历的标准是什么？是我们都觉得这是最合适的人，还是？我看过了呀，我觉得这6个都可以啊。我的那些你没看过呀？就是你不是给我讲了背景吗？而且我觉得你觉得可以，那就是可以啊。等一下，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啊。首先，我们正常的话，可能从一个交付顾问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我们要先看一下这个公司目前在职的人，他们之前所有背景，然后我们按照我们觉得，以我们专业的视角来看，你们应该找什么样的人，这样的一种形式，是不是让客户会觉得我们的更系统化？那不就相当于咱们的电话就相当于白打了？而且你看看，就是我在群里边分享的，他们的背景是没有什么共通性的。你这个问题很好啊，就是需要咱们大家一起去商量沟通一下。我实话说，我觉得这个行为是在浪费时间。各位，我觉得时间真的很紧急，我们现在讨论的东西太细化了。风险我来承担。因为现在你们已经赋予我这个角色嘛，那我就先这样，我第一步先梳理咱们所有人的目标，第2步梳理咱们所有人的做单逻辑，然后第3步我们就按照这个逻辑去做了，最后的结果好与不好我来承担。但是你说的是相当于我们昨天做的所有事情都是 nothing， 就是相当于让我们重新做。你能不能明确给我们说，你现在要求我们去做什么，找什么样的人？对，好，说吧。我们一会儿大家按照在职人员目前的背景情况进行梳理摸排，然后之后在10分钟之内大家一起。等一下，你这一步没听懂。然后你是要找现在再来一份的人的背景，你要做一个总结是吗？对，什么样的人是来一份喜欢的人？那是来一份所有 marketing 的人，还是说所有来一份在职人员？在职或跟这个岗位相关的。那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打1个来一份的人，或者打10个，然后问他现在你在公司是什么情况？也可以啊，根据这样的情况，然后来看目前我们有多少人是可以推的，过往聊过的人。人选不考虑的，基本我们都没怎么拿到简历，或者简历现在没办法马上找到。就是你觉得合适但没有简历是吧？就是我们现在只有那个 list， 但是你现在让我从 list 反推回我找的这些不看的人的背景，这个需要时间去重新找。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我做不到。那就是这个，我觉得没有意义啊。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如果今天没有跟3个 leader 开这个会的话，我们就按照原本的去做，怎么样？啊，也 OK 啊，但是我不当 leader。你不当 leader， 那你要做BD，就是我就只负责客户对接这些事情，我不认我是咱们的 leader， 因为没有人答应我，没有人支持我，我为什么要当这个 leader？ 很失败啊。我现在都有点 confused， 我们现在是哪里做的不对嘛？我不知道，觉得哪都不对。我觉得我们明明是按照 schedule 在走的呀。老师说的是他们的一些方向思路好，但因为考虑到时间紧急程度，我们不可能所有的他们的建议我们完全做到，所以说我们可能选哪一些，这个是 leader 你要去做决策的。我有个想法，我现在有点难受了，就是我觉得咱们不应该这样了，就是明天的结果无论好与不好，我说实话，我想承担这个风险，我想好了这个东西该怎么做，然后我分给大家，咱们就按照流程来，好与不好，我们先把明天2点之前这个事情过掉。我 OK 啊，我 OK 的。我现在只能同意我去找更合适的人，但我不能接受你给我安排任何额外的工作量，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我是要自己掌握的。
所以对于你来说，我不能做这个 team leader。这个跟你的 team leader 就是我不想。对于他来说，你可以给他分配的任务就是他可能只能分配这一项任务，找到更多的人选去进行推荐。我会帮你找更多的人，但你不能给我是准确的说，你让我找什么什么样的人，聊多少个10个20个，然后总结出一个什么报告，我做不了这么detail。对，这我已经跟你说完了，我的观点就是这样。对。我唯一的建议就是，能不能在我们现有的基础上面把它美化一下就好了。对啊。为什么要推翻我们之前的所有工作呢？你俩要不现在就给我们大家都分一下工吧，然后因为我个人明天下午的3到4点我可能需要请假。我也是，我明天上午是请假的。设个时间节点吧，多少之前就不收人了。我们到底要干些啥？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原有基础优化一下？更多的东西我觉得不太可能实现。我没有意见了，小卢，就你来定吧，我就按照你这个说的。再去聊就开始认真因为我7点半要下班，所以我现在先回去找人了。就咱们就直接分任务吧，到底要做啥？找人吗？还是怎么样？我可以去找其他公司几家竞品的 benchmark， 然后发出来，看看我们有没有参考性。因为现在你们已经赋予我这个角色嘛，最后的结果好与不好我来承担。你们去聊过 HR， 你对 HR 的画像是清晰的吗？如果不能，为什么我们要浪费这个时间呢？风险我来承担。人选不考虑的，基本我们都没怎么拿到简历。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我做不到。你们真的是说有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大家的意见能够达成一致？一个是零售，一个是线上，所以我们到底要找哪几家公司做 benchmark？ 你们先聊，我去趟洗手间。宝儿，你可能要借我用一下你的账号。我真的觉得在无效社交好累。是啊，我最讨厌就是讨论，但是没告诉我你需要我做什么。他需要我们把全盘推翻重做，今天加班到12点。我不接受，我不接受，我不接受。我就想摆烂了，真的。我提醒一下，现在6点多了，你要做决策。就现在我也没有捋顺，每个人应该，你也不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是吧？因为我真的不熟悉大家，不知道你们各自的优势在哪里，或者你想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用考虑我们。就我说实话，就我觉得，就是我知道你们有人就大家很支持，但是有的时候我感觉到不支持，就是很难去分配任务，甚至说我不想说这句话了就。就你来定吧，我就按照你说的做。你想做什么，或者你有啥困难，你跟我讲。
等一下我捋一下，等一下我捋一下。要不我们也都先出去，你在会议室自己捋一捋。那我们就先回工位了，这个会议室我已经待够了。好了，你再出来。没有，我们现在在给小鹿一段时间，让他想一想怎么分配任务。他是不是哭了？我觉得差不多了吧，到那个临界点了。其实他也挺难的。我知道，但是他让我们推翻了全部重做，我真的不接受。主要是没有时间，他想的太简单了呀。我觉得可以再多换位思考一下吧。就是接下来我们也有机会会做 leader， 就是如果你的逻辑你能说服我，那我100%听你的。那你的逻辑不能说服我。我知道，但是在工作中我们总有自己不得不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选的猎头，因为猎头是单打独斗型的。就是你不会去听你的 leader 的想法吗？你老板，我老板说的基本他都是有道理，所以我才喜欢他，我才跟着他。就如果有天他说一个你不能接受的东西，你也会跟他？对啊，我们会 argue 的。所以我觉得我的逻辑是一贯制的。我老板说的基本他都是有道理，所以我才喜欢他，我才跟着他。如果有天他说一个你不能接受的东西，对啊，我们会 argue 的。你想好了吗？没有，还没有捋清楚。讲到一点是一点呗。我的感受就是，干嘛跟一群不支持自己的人合作呀？我就想一个人干了，但我知道不能这样。我明白。其实我很不喜欢吵架，没意义，而且心情容易不好。其实我觉得团队里面需要有一个这样敢于说这种话的人，永远有人需要挑战权威，然后去说一些这样子的申诉的话。对，每个人的一些想法不太一样。其实有的时候我还会有一点羡慕，就是肉肉这样的风格，就是特别的直接。是不是已经不想做 leader 了？确实觉得这个也挺有难度的。其实我想跟你讨论一个题外话，就是之后每个人都要做 leader， 那以后总有就是跟你意见不同的队员，我们以后该怎么去处理这种情况？当需要 teamwork 的时候，我觉得你要做一些牺牲的，是，而且你在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做很多你不想做的事情。我觉得一个合适的 leader 的话，其实就是要刚柔并济的。其实我觉得今天最后这个局面已经达成一个默认，就是这位还有那一位，他们可能就只做自己想做的部分了。那剩下的我们这些人就听你的安排。所以就现在马上已经快要下班时间了，然后他们俩是不会下班的，所以你就把任务给出来，然后看我们剩下人怎么分配吧。我在捋这个东西该怎么讲，有点崩溃。我看看。这个是5个嘛，一人做1个吧。进来，我快分完了。可以。刚才我有跟小哥有聊，然后小哥其实他就听你安排就好了。现在这个任务，你觉得如果我们能帮助小鹿一起的话，你想担任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7个人一起，心往一处使，对，劲儿往一处用。所以就我俩的角色现在就是在等他分配任务。听你安排就好了，发号施令就好了。而且他的 SOP 流程是非常非常完善的。他说到这个赶紧加一个，我怕我一会儿忘了。就是明天的设备调试也交给他，就是他提前5分钟到某个地方去，然后把那个设备调试好，这个加进去。对，是。当 team leader 好累啊。这个工作就交给你了。我在这待着。
Hello，我想问一下，你们就是找人的时候是按照什么思路找的？线上线下全链路。全链路，因为那你公司搜索的时候你们怎么搜啊？食品。直接搜食品，所有跟食品相关的。对，食品现在在内资公司，那不是不看外资。硬性的那种。OK。我走了，拜拜，明天见，拜拜。I'm leaving， 拜拜 ，See you tomorrow。同志们，我先撤啦，拜拜，可以，拜拜。有啥需要帮忙的吗？没事，我先捋，我再问。那个王的 comments 你在简历里面有个推荐理由，顾问评价那块里，需要再发给你一下吗？稍等，我看一下。有是吧？有没事，有没事。行，我找找。我在群里只找到他的原始简历和我发给你的 format 过的呀。我再发一遍，或者你直接把那个文字版发给我也行。行，我把文字发给你。OK 的啊。肉肉加班喽。没办法，谁让明天请假呢？